那再请教詹估价师，当时你的读书计划是怎么规划的呢？我第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要偷懒，就是我不想要把很多东西都要读到我自己都会。不动产签字估价师考试新法大公开，这样做考上估价师。今天我们中征估价要分享的题目是估价师考取之路。不动产估价师这个行业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神秘。因为太神秘了，所以网络几乎查不到任何的资讯。如果没有认识的人，或是自己在业内工作，根本无从得知本业的工作。中华征信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为了要打破这样的资讯落差，让大家都对不动产估价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为想从事本行业的人揭开不动产估价业神秘的面纱。所以本事务所会一个星期发布一支时间约为5到7分钟有关不动产估价的影片，讲的都是实务面，而非仅有书本上的理论面。请有兴趣的人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今天我们欢迎我们的詹志佳不动产签字估价师来为我们分享他的心法，以及他如何考取估价师的历程。同时还会分享在不动产估价业界的心路历程哦。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来请问詹估价师，请问一下，要考取估价师需要符合哪些资格？关于这一个问题主要这个考估价师的应考资格除了有2个面向一个就是会从这个他如果是本来的修相关的科系的同学，他就可以直接去报考。那另外一个他就是要去学这个学分班的内容针对学分班的一些课程，他学满一定的科目之后呢，他就可以去报考，有这样的应考资格。那应考资格之外呢，他的考试的科目主要有一些专业科目除了这个民法、物权、不动产法规、土地利用法规、投资分析，还有不动产估价的理论跟实务之外，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国文。那题目其实都是申论题说实在的，当时候考试的时候觉得还蛮难的尤其是我考这个，我本来以为我不动产经济学是最厉害，结果我考试出来成绩最差差点那个没有达到那个分数的要求因为它最后有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及格标准，它是要平均制是要60分，但是呢，它的如果有一个科目它未达50分是不会被录取的所以这个也要小心就是它关于它的及格标准的部分。那想再请教一下，不动产估价师的录取比例是多少呢？录取的比例说实在的，在历年的这个估价师考试上面呢，其实它的录取率不高就大概只有这个3到8%左右甚至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报考的时候，那一年录取率呢，应该说录取人数只有3个所以我那3个里面只有就是状元嘛，然后这个第二名、第3名那其他人就是被落选的所以其实这个考试还是有相当程度的难度。听起来好像相当的难哦。那么再请教一下詹估价师，谁适合当不动产估价师呢？不动产估价师谁适合当其实从人格特质上面来去观察其实主要我个人认为就是第一个，他要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因为在估价方面，除了他有那个专业知识的训练之外通常针对这个案子的这种时程的要求跟它内容的一些品质方面，
因为这个急迫性，所以我们在这个案子的处理上面就必须要比较有细心甚至耐心去处理这相关的一些复杂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觉得在估价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到，如果那个人格特质他是比较独立思考，然后他喜欢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可以自主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适合做估价师，因为他不会觉得说他会坚持他自己的想法，然后觉得说这样子是一个对的路径，然后对的方式去评估。我认为说一个细心的面向跟一个独立思考的面向是一个在估价师的这个特质上面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听起来好像真的很不容易哦。那想再请教你，当初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准备考试？是一边工作一边就在准备考试，还是你是全心全意准备考试？那个情境其实我觉得很符合大部分人的感觉啊，就是当时候在学生时代嘛，那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就还不知道说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我有什么样的证照考试，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公职考试，我就尽可能的去考。所以我就陆陆续续的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就大概我们地政的一些相关考试，就是不动产经纪人啊、地政士啊、估价师这3照，甚至说研究所跟这个高普考我都有去考。那最后当然就是觉得这个情境之下，最后去决定说，我认为这个不动产估价师是个我想要做的这个目标这样。那针对这样子的顺序就变成说，我在当时候在就学，因为我就都有很熟悉的这些背景嘛，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准备之下是蛮轻松的，不像有一些同学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学长姐，他可能是在边工作然后边去学边去准备考试，我觉得那就真的蛮累的。听起来真的很有计划性的在准备。那再请教詹估价师，当时你的读书计划是怎么规划的呢？当时的读书计划说实在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计划，基本上就是因为都是本科系的学生所以我第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要偷懒，就是我不想要把很多东西都要读到我自己都会，我想要知道的是会考什么。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先去把历届的考古题跟某一些觉得他可能是这几年的这种命题老师，我去研究他的一些相关的著作我想要就打蛇打3寸就是我想要只读我觉得会考的内容。所以我的目标第一个是先把一些觉得会考的内容先把它抓出来之后，我就在几个月时间就去充分的去读，我就反复的去读。那至于在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所谓的这个好像比较偏的考题，其实我就有时候我就 pass 它，因为人非圣贤嘛，我根本就记不住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把重点的把握住，然后去反复的大概读2到3次，然后就上战场，大概是这样。那詹估价师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正在准备考试的人讲？要什么样的勉励的话吗？对对对，还是说劝退的？欲知详情，下回分晓，请关注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哦。